好的，我们第3轮。Shark。哦 ，Let's go。馅儿是馅儿。哎呀，我们的名字从来没被抽到前头过啊。心里有盘算过吗？想要靠谁？叶师傅，来吧。我觉得大家在这一直都在灰头土脸的比赛，我看到叶师傅在比赛之外还在尝试在这里做音乐，所以我想跟他对一下。对 ，respect。我觉得真的比到这儿，我们该唱的一些东西唱完了，耍一下嘛，好吧？我还有要该唱的，对，所以还有要该唱的。对，我想在音乐层面给你展示一下我。OK， 那就让你下手唱不了吧。哇，哦哟！祝你好运。OK。好的，请2位即刻出发，前往舞台。加油！选择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前几轮每一轮都让我看到他在尝试，他在呈现更多可能性。这个正好也是我这次来这档节目想做的一件事儿嘛。我觉得这种正式的交流会让我们的感情更进一筹。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因为我觉得 Shark 他不是那种为了赢而去 call out 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我在这个节目里边除了自己兄弟以外得到的唯一的尊重。接下来要登场的2位 rapper 是谁？请看大屏幕。就看一下 Rainer 今天会不会有什么惊喜。是的，因为这样看名字，我感觉下个的胜率比较大一点。我也觉得。我觉得倒是一个蛮 match 的对决，2个人都是一个音乐性特别强的2个音乐人，还蛮顺理成章的。欢迎2位。让我们欢迎 Shark， 欢迎 Rainer。2位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话？我很尊重你哥，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切磋一下，用最纯粹的方式交个朋友。Shark 是个很强的人，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强的对手。来这儿这么久了，我觉得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一个对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玩起来。Yes sir。来吧，把舞台交给 Shark。直接开始玩。给，帮我保管一下。不想站着说话，我坐下来吧，我们近距离先说2句。3年了，在这一档节目看到了很多迷茫的人，他们想抓住那些座位，他们想抓住输赢，他们想抓住名次，但是没有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抓住你们，我想抓住自己，所以我想说，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每个在回忆里落的情分，抓不住谁，抓不住，抓不住，接下来抓不住3个字就交给你们了。今年过来已经4连败了，我一直在败，做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冰棍是来自于我去年的专辑《悲伤角斗士》里的一首歌，和我到现在为止的整个体验还挺一致的。我好像失去了自己，我好像一直在抓住一个不属于我的东西，反而真正属于我的我也开始抓不住了。所以冰棍这首歌不仅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告诉大家，请你们抓住你们内心真正让你们幸福的东西。打动人的方式很多，我不再想用一个充满暴怒的不属于我的方式去夺得这个所谓的胜利，所以我要先保证我在这唱歌是幸福的，
在这个前提下再去争取胜利。对，所以我渴望胜利。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冰棍儿，就算是在冬天，舌头会粘在上面拿不下来。喜欢跟小伙伴拼劲儿，在草坪正中间摔疼了好兄弟，脸吓得煞白。扶起来请他吃冰棍儿，跟他说句抱歉，吃完了这一根还是我好兄弟。以后买一冰箱冰棍儿，填满所有空间，想象着那画面像是有超能力。按下遥控器，快进竹笋被落叶代替，忘记了长大的感觉是多么棒。他跑生意迈进，我搞说唱帅气，冰箱是空的，冰棍在。And now, why does it feel so wrong? I thought I had everything I want, everything I need. Then why do I still pray this time to 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每一个在回里落的紧绷，抓不住，抓不住，抓不住 ，yeah yeah yeah。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坠入了水流刺痛的灵魂，抓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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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I try to move, I wanted time to slow down, slow down, down， 不断提高的加速度，又在那孤独。It's so hard to find myself back in the right time when I wasn't right from。 回到最初的时候，生活还不是赛场，这里不存在败仗，抱怨一整天太长，时间是坏蛋，把梦想都埋葬。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冰棍儿，那时还不知道要给长大的自己留一根儿。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冰棍儿，那时还不知道给他的爱要自己留一份。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每一个在回里落的紧绷，抓不住谁，抓不住谁，抓不住，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坠入了水流刺痛的灵魂，抓不住谁，抓不住谁，抓不住，yeah yeah yeah。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每一个在回里落的紧绷，抓不住谁，谁，请让时间为我破例停顿，坠入了水流刺痛的灵魂，抓不住，抓不住谁，抓不住。我抓住了。好听 ，OK， 好的 ，press on。谢谢大家给就酱舞台一点尖叫声好吗？感谢，爱你们，终于唱了这首歌。这个是他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然后Shark一直在输，他一直在收着自己的情绪，一直藏在心里面。但是我看到在舞台，然后他把歌唱好了，而且他一直很想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很替他开心。而且他的声音真的很干净，很治愈人。Shark 的很好听，是我喜欢的那种旋律，然后包括整个伴奏的感觉，听起来很舒服。冰棍是 Shark 的一首代表作之一。其实这首歌是最能够代表 Shark 一直以来他最喜欢和向往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他用冰棍这个意象去传递他对于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感悟和记录，然后再结合一个非常优雅、好听的小旋律，就是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我很喜欢 Shark 的这个舞台，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他今年好像他的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感觉他在逐渐回温。相比较他前几回合吧，感觉发挥的要平稳些了。
其实有点略平淡，可能也是跟他这个词儿也挺呼应的，平平淡淡的。接下来我们交换舞台。好听，帅。我觉得我还是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做 Renzer 叶润泽，来自湖南长沙。有可能现场的观众有一部分不认识我，然后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AKA 叫做湖湘浪子。今天被 Shock 选，我很开心，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幕后工作者，然后我能得到一个台前工作者的认可，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 respect。我今天一定会尽全力。话不多说 ，Let's go。国风啊，国风锐气啊。这首歌呢，改编自我上张专辑《湖湘浪子》里边的《湖湘浪子 2.0》，我觉得它非常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状态，跟我现在新的艺术人格。这首歌的第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希望大家认识到湖湘浪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第二个部分呢，我是想创造一个氛围给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喜欢能量高的歌曲。他这有点帅的嘛。湖湘浪子从云中来，把的天 living in the other white sky life。水平一男第三的是海神的剪裁，万年万要的担当，知道浪子本性难改。何时交来自悠久，遇到琼楼，说说一宿夜，家乡问候，没有快活，夜清照，街头难留。看我冲浪大海 ，Early in the morning 6 past 5，穿的是虎年，我有列怪我的花叉，42的标记 running 靠的 clockwise， 一说都是兄弟，不用互相夹菜，互相音乐走了起来看我挂帅。Hey never seen you never seen down， 不就下河上路比就长了山水 ，The sky like。Gotta make another hit， 但不是说唱的 Are you ready to get it？ 他可谓不像是酒窝牙，呼吸把的 Hello me，Sweat I sure。有时候我比动力漆黑的脚，都是楼梯难问似水的腰，车上看着小色的雪，我露出一个浪子该有的笑。好像跳无心插入的大号，一个木的调 keep it grinding， 在外面楼上也踩个波的，也有去的头，踩个木球里逃走绝对 local 里，自不就顶到手里球，不是全力鬼在线的城头，不是这里在在你水行走，又不是毛快过你毛喝过的水，老子木了不不想浪子从你中来，把的天 living in the other part of skyline， 水平一男第三的是海神的剪裁，万年为要的担当，这种浪子本性难改。何时交来自悠久，别动琼楼，说说一宿夜，家乡问候，没我快活，夜清照，街上难留。哦。我是 you ready？ 3, 2, 3, 2, 1。走北到七星剑，名牌金轮，赢不来金天尊，一场乾坤。好不好？黑暗破，把空掉了。往天就出，黑手的水花爆，开口闭口。东去天干湖气残归边境，风轻唱着他天书苍狼星。I just do my thing, let's go。谁们
the stars, keep it rolling. Me and my girls, let's go. Count 3 to 7, let's get open, yellow 新闻。讽刺自己光 on top, 40 hours cruising my block. 等得到的心里 slum top, 留着一卡的 big shot. Set the rest on rest, running on the beat, yeah, yeah. From west on west. 把钱从鼻子吹过，血瓶浇了钱的水墨，七七八八真的还没醉过，生死不胜划掉我的罪过。马上一站就波浪翻，注定安去月龙潭，一直不用换牡丹，全部开始唱叫喊。Yeah, y'all see who is real Rangers in this game right now? Go, Ranger, Gummy, Johnny, 2, 1。就背到地心间，迂回经纶，领悟内心天尊，一将乾坤。黑暗破天就成，练就天地花朵，开口名头。We turn, we turn, we turn, we turn. 我是 We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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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turn. 可以，有点影响，实话实说，有点影响，真的有一点影响。对，不好意思，R反爆掉。Ranzer 太棒了，上来打一个扇子，中间编一个曲风，开始狂战斗。真没有想到 Ranzer 他有这一面，太厉害了，我爆喜欢这个舞台。我特别喜欢 Ranzer 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个舞台是 Ranzer 状态，我认为是最佳的一个舞台。他非常忘我的在跳舞，在摇摆，很潇洒哦，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包括他后面 B switch 之后，进入了一个非常狂躁的一个音乐，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胡湘浪子这个名字是没毛病的，跟他的艺术人格那个人设是完全符合的，而且又是 Rage， 而且是国风，而且叶师傅的肢体张力是我第一次见到叶师傅会，哎呦，就是这些真的是挺帅的。第一嗓子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惊艳，因为之前 Ranzer 哥他可能在节目里唱的都是偏流行挂的中国风，但是他这次是结合了这么新的风格。当这两种非常鲜明的中西文化特色在他身上碰撞的时候，是特别有魅力的。我觉得中国都没有人做过这种 Rage 加中国风的那种，而且还结合得很不错，弄巧成拙。Ranzer 在后半程的时候，他的整个音乐都有一点往后延迟，这个是在现场很致命的。我说实话 ，Ranzer 这个表演是经历了一个舞台事故。有请 Shark 来到舞台中心。20秒钟倒计时，投票开始。这个真正是两个有点难选择的舞台了。至于我的点的话，今天 Ranzer 给我很大的一个惊喜。对，我唱了一半的时候，我心中都有点想把票投给他，但是因为这个点确实好像听得很明显的感觉。投谁？我投12个。我觉得 Ranzer 也很棒，但是 Ranzer 真的是有不稳定的问题。我把票投给了 Shark， 我觉得 Shark 这首冰棍儿听着非常的让人享受，非常让人舒服。这一局他展现了他最拿手的部分旋律，在这方面我觉得堪称他是一个天才也不为过。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打动了人心，整个表演也没什么瑕疵，特别的完整，直接带我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就是放学了跟我的伙伴出去玩，然后再买2根冰棍儿。我听完他的表演，我会觉得很轻松，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相比于 Ranzer 更贴近我们生活，而 Ranzer 的这首歌呢，后期我感觉跟前面有一点割裂感，有点听不懂他在阐述什么。我觉得他整体的表现有点太想赢了，玩得过头了。我把票投给了叶润泽，这首歌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能把中国风和 Rage 结合在一起，是让我眼前一亮的。尽管他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他的编曲还有他整个舞台的一个编排能把这个失误去掩盖掉了。
投票结束。这个真正是一个比较难以做出抉择的一次对决，真的，我2个都想投。然后跟谢老板沟通了一会儿过后，我把票投给了 Ranzer， 因为我觉得 Ranzer 今天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虽然说他在舞台上因为耳返掉了，会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小失误，但我觉得完全不影响他整场的一个情绪、一个氛围跟 vibe，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说我这一票必须得挺他。对，其实我的内心当中，我真的是2个都想投，所以说我们就商量了一下，我这票就投给 Shark 了啊。首先，我想先说啊 ，Ranzer 他的东西在国内真的是做的特别好，而且特别出色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今天看这个舞台，其实我真的很惊喜，就是，有的时候缘分嘛，我觉得可能就是会造就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其实如果 Ranzer，这个上限真的特别高，真的特别高，我真的很喜欢前面的整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老师跟随你的心。对，但是如果我要衡量整个的状态出来的结果的话，我还是把票投给了 Shark。Shark 之前的舞台一直在表现一种张力和一种华丽，尤其是比赛比到这个阶段，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时候反而唱一首安静的歌，能把控住安静的歌的状态，我觉得更能彰显音乐上演唱上的实力，所以我这一轮就是倾向于投给了安静一点的歌。谢谢老师们。Shark， 你也爽了吗？太爽了，我看也看爽了，谢谢你。我也看爽，太爽了。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我们2位选手在这一轮的投票情况。真的很难说，真的很难说。我觉得很抓马呀。我真不能输了。请看大屏幕。让我们恭喜 Shark 94票。You got it. You got it. 其实 Ranzer 如果不失误的话，这一轮真的是 Ranzer 表现的状态很好，他的扇子、他的节奏、他的舞台编排是明显优于 Shark 这首歌的。恭喜 Shark 直接晋级了，直接去到巅峰区。好听哦，谢谢哥，跳舞的。这次安全晋级，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我一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了，我不要让输赢定义我，我来这只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所以我每一轮都在悬崖边跳舞，但是我每一次都能幸存下来。谢谢所有成为我保护伞的听众们，是你们让我大胆地做了自己，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I like that， 我喜欢你所有的状态，放开了的。I like that，I like that。我觉得可能也是命运的安排，考验一个人的韧性吧。这个事儿来得早，比来得晚要好。然后，而且在巅峰的舞台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晚风吹起你发丝的瞬间，在雨水闪耀自由的光线，浪漫的烛光流转在你我之间，像独特的野玫瑰盛开在爱的原野。把我的心意藏在气息的礼物，每个有你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你的回眸将整个夏夜照亮，小粉珠让我的爱高光闪耀。作为行业的新派者不留情面，想靠了我足够惊艳，颠不掉他们的规则，打破常规再塑造经典。Who fucking change fucking 碰走高光惊现，攀登到巅峰，但我的目标朝向顶尖。Good enough 已经站在 next level， 在巅峰时刻登场，新派 we ready to show。Wow like color wow， 状态时刻在闪耀，一瓶轻松做到 wow， 无法教学 color wow。越到后面，其实心理压力是不是会越大一点？没有，我们还好呀。你给我闭嘴！来台来，盲猜一个，下一个是谁？看看你的口气。1 2 3，佳木，来，就这个。早安。佳木了。真的吗？拥有选择权的是 Melo。你不想选我一下吗？选你啥？我好欺负啊！那就
早安了。哎呦哎呦哎！因为他是巅峰对决冠军，挑就挑最强的吧。他第一轮的 solo 舞台给了我极大的、深刻的印象。他那个闪耀的灯球一出来，我就哇，我也好想拥有啊。然后我找他要，他也没给。我现在都没见过那灯球长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舞台我特别喜欢，所以我想跟他一起比一下。因为我们俩也有共同的经历嘛，都演过话剧，所以我觉得从他的那表演上，我还可以偷学点东西。你还演过话剧啊？你闭嘴！我们这组就不是，我们这组是飙戏，对，看谁演得好。好吧，两位即刻前往舞台，开启对决。Yes go！早安，加油 ，Melo 好自为之吧啊！你也好自为之吧。让我们欢迎 Melo。耶go！早安！这衣服好看。这个组别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坏了。我还打听了，刚好在门口碰见 dancer 老师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早安是不是这种这种？”他对，我说完了，惨了。咱们是个怎么个选法？这是？因为是我先抽到签，我主动 call 的安子哥，然后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巅峰对决，所以能和之前的冠军联盟的，你别讲这个，你别讲这个，你别讲。能跟冠军在一起的话，我就觉得很荣幸了。所以今天我也会拿出我全部的实力来跟我们安子哥 PK 一下。另外，我想下来对我野狗帮的所有兄弟们，帮主杨波瑞、沿海狗翁杰，然后我们的大狗蛋壳，还有我们的帅狗李达温，还有后期是一个小帅狗 S。小帅哥了。哎，没我是吧？我还站起来。我们作为攀登组的，一路攀登到现在，有些人走上名人堂，有些人还在自救，但是这就是我们野狗帮的理念，我们会从路边一条一直往上攀登的。Let's go！ 我天！我觉得狗叫声好大啊。我可以小声点儿，这个能屈能伸。巧了，我自己这首歌是写给猫的。我们来看看谁才是人类的好朋友吧。我希望大家都是。来了，首先让我们把舞台交给 Melo。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它名字叫做 5:30 in the morning， 因为这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在我一边上班一边纠结我能不能把说唱做下去的时候，那首写给10年后的自己的一封情书。我想问问10年后的自己，我到底走这条路能不能成功？10年后的今天，我想把这首歌重新拿出来，唱给当时的自己。你该庆幸Melo莫龙，你当时的选择没有错。你得热爱你做的事情，热爱你的生活，热爱你的音乐，热爱你来自的地方。CDC， We are the glory。当时日子确实过得很苦，然后一边打工一边做说唱，然后那时候对于中文说唱来说还是一片荒地吧，其实就相当于是在挣钱养自己的梦想吧。我们每一个说唱歌手都会在成名之前经历过大量的挣扎，但是实际上内心里一直都笃定的觉得音乐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我要跟当年的自己做一场跨时空的对话。我想告诉当年的自己，你当时5点半起床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5点半起床是为了看成都更早的阳光。我想告诉当年的自己，你这个选择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你得去坚持你的选择，不要被一些外来的压力啊、生活的贫穷啊打倒你、打败你。所以，我现在想唱这么一首歌。
Yeah, 5:30 in the morning. Yeah. 仿佛那个电话再也打不通，独自行走在穿流夕阳车水马龙中，我伸出左手拼了命的想要抓着风，可最后结局总是那么相似，差不多就这样前进，或者 too many talk， 往伤口上面撒盐无法愈合，任谁拒绝不了眼前的躯壳，是如此幸运的初次见面，哦不止惊喜，我马不停蹄把回忆收拾装进心里，我根本没时间思考周围太多都在 push me， 机场还有 studio 成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我的快乐幸福悲欢离合曾经都是你，但现在没有任何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Wow, my life is so beautiful. Yeah, 你睡觉我也从没休息过。我爸爸说要努力才会有结果，想和我有结果的 bad habit 特别多。Yeah, it's 5:30 in the morning. 闹钟总是响起给我提醒，屏幕上作业没放完的电影。Yeah,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我做的事情再也不用解释质疑。我戒着烟没放完的电影。我起床再也不用闹钟提醒。It's 夕阳在窗外空旷的阳台，就好像上一秒钟就在刚才。你声音还在，门口的外卖永远都放在无声的旁白。越爱越深的结果就是互相伤害。我写了一封信，每天邮票装进信封，告诉10年后的自己不敢平庸。我会红得超过血管里的德佩色，做那颗藏着最大珍珠的贝壳。哦，你沉默再也不问 What happened。Yeah, 是如此平淡，同样如此感人。我把空白的信封投进邮筒，然后转身。Yeah, it's 5:30 in the morning. 闹钟总是响起给我提醒，屏幕上作业没放完的电影。Yeah,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Yeah, 我做的事情再也不用解释质疑。我戒着烟没放完的电影。Yeah, 我起床再也不用闹钟提醒。It's 5:30 in the morning. 5:30, yeah. 5:30, yeah. 5:30, yeah. 5 in the morning. 他这个 beat 挺顶的，对，我以为是原版的 beat， 结果是换了 swing， 这么短，那个编曲其实还质感挺好的。这是我最喜欢 Melo 的歌，真的啊！2017年嘛，应该是10年之后再看到这首歌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别样的意义的。他这舞台挺帅的，对，那个人最后的那个，没有他那个就那个在一个表上面唱歌很帅，跟歌也搭。刚好是一个时钟在走，他在正中间看着唱，很有那种命运把我放到这儿，但我要冲出去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个画面就是那种。我觉得效果达到了，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Melo， 然后更加的体会到这个铁汉的柔情，还有他的内敛，他的文笔。这是他好早以前的歌了，确实有点无聊啊，表达上有点割裂，就是和舞美和他的歌词。然后和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有点结合不到一起去。我知道他拿出来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开心，因为是我以前特别喜欢的歌。第二反应就是这个拿来比赛的话，你会不会内容方面打不过走心的，竞技方面你也打不过竞技的，所以我会有一些担忧。他就是专注在他的歌上，稳稳的唱我的词，通过我的押韵，通过我的成熟的这种技术，然后去展现，然后你就听，那个就是他。我更喜欢他耍的那种状态，因为我觉得他的音色不适合去做走心的东西，我听不进去。他现在喊 Melo， 我都觉得也够，就这样撕咬吧，盛宇杰，就这样撕咬他。有被咬到？有被咬到吗？有被咬到。哎呀，帅！接下来，早安，我们交换舞台。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早安。然后这首歌是我写给一只叫小黑的猫的歌。然后这只猫叫小黑，人类本来应该好好对它，但是人类没有好好对它。我想对小黑说一句话：如果有人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的话，你的性格由此变坏，那也不是你的错。有时候看到小黑，我也会想到很多人，也会想到自己。然后不管经历了什么，我都觉得我们都应该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就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见过小野猫，尤其是防御性很高那种小野猫的话，它们是很疯狂的，它们会扭，它们会咬，会撕咬，会玩命的去尖叫。它们觉得它们在求生，其实你只是想要碰它一下，它们对一切都会觉得很危险。但是当它遇到一个同频的人，遇到一个愿意接受它双向奔赴的人以后，它会被治愈，会被救赎。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不管你是再特别的人，一定会遇到一个跟你同频的人，会遇到一个喜欢你的人，会遇到一个跟你瞬间就会感觉你们是 match 的。颜色不一样，一把片刻不长，你的脸上最小气的，人在最挑剔的，原则要带我的节奏，你觉得不接受，我发起了决斗，发起了决斗，心一定一，抓住你无形中那一个节奏，耍什么鬼叫你说的写手，你就能人那个想吃的样，他们说爱我的给了我伤口，连靠近这样的真的一样，感觉封上了我的手，知道是褪色拍了后，不知道为何亏了酒，让我相信了 keep me， jump out the window， jump out the window， 我入你的 world， 风暴随着战斗 ，jump out the window，jump out the window， 我入你的 world， 我入你的 world。对的呀，对的呀，就这个味道呀。我这水嘞。贴近我这里灵魂了，我不再害怕这个传票，让时间去证实我之前所承受的一切，我不需要。Birthday, I see somebody there. Birthday, I see somebody there. Birthday, I see somebody there. Birthday, yeah, yeah, yeah.
吓哭了，我要哭了，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天哪！这个真是猫狗大战！哇！再没法了，再没法了！副帮主威了 ，Holding Room 吧，都疯了。从第一个伴奏到第二个伴奏的 switch 情绪转换，整体的剧情的安排，他自己的进入那个角色的感觉，我觉得都太出乎意料了。最后舞蹈演员上台摸他的头，这个收尾这一条故事线像个 MV 一样，咱每一轮都会有一点惊喜。但这轮这个惊喜有点太大了吧？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嘣就一声炸出来。Crazy actor， 戏疯子，真的，他绝对配得上这个，感觉一种近似疯狂、发疯、癫狂式的这么一个演绎。小枣干什么呢？这是在家没少听新音乐、先锋音乐嘛。主题我很 get 到，就在来节目之前，我捡到了一个猫，我去抓那个猫的时候，就是那个反应，你知道吗？就是要咬我。他在舞台上那一下的时候就，就是那样，一模一样。太棒了，这首歌演得太棒了。如果是在名人堂挑战赛的话，他这首歌也会获胜，然后站上名人堂的位置。你不得不说，早安在这个综艺下每次都会有惊艳的表现，惊艳的舞台。这种题材吧，它也会有点晦涩，但是它高级。Damn！Oh my god！ 早安完全刷新了我对他所有的认知啊！就是我觉得世界上找最后一个人做邮递机，我也不想不到早安会做邮递机。中文说唱扮猪吃虎第一人，非早安莫属。还是回去做点街头音乐好了。太会做舞台了，太会表演了。对啊，不是，这就是舞台好，展现了在这个舞台上更高维度的可能性。哪怕是真的以概念为主的我，也会被启发到。我觉得最震撼我的是中间那段停留，当下一个伴奏还没有出来的那一段是最震撼我的，是他对这个舞台上所有人的眼睛、耳朵、情绪的把控，都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正的反转在这一刻才开始。他就把我前面的那种看他那个角色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就我嘴里只有3个字 ：Oh my god！ 这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品。为什么一只流浪猫它会害怕人类？这种应激这些东西，这平常也是我会关心的。它会让可能电视机前第一次还没有听过 Rage 或者不理解 Rage 这种音乐的人，就因为他的故事会知道为什么 Rage 是这种情绪 ，Rage 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他在给这个世界从不一样的窗口去展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他是一个非常饱满、非常立体的一个人，只不过他选择了用音乐跟表演去慢慢的把自己展现给大家。我自己都没发现，我会开始期待他的舞台，会开始期待他自己的解析，期待他音乐背后的故事。完了，野狗帮副帮主怎么办？副帮主没了，副帮主没了。野狗帮，野狗帮的。坏了，这一下坏了。跟我践行了，免就回去了。你不得走，没事，然后头还是入选3，2分之一的机会无所谓。几率太小了。满楼不是写不出来这种歌，跟他上他直接开到舞台上、公鸭上、场上，早安得庆幸一下，满楼没掏出来这首歌。哎呀，谢雨洁呀，这挨了我大的了。对，就不对，就是回归到我们刚才说的，我觉得音乐不能拿来比。他往那一跪，我说坏了。他上去摸他脑瓜子，哎呀，完了！我其实从安子哥开始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担心了。我说威，是我的话，我也会把票投给安子哥。完了！接下来把 Melo 请回我们的舞台中心。干喽！打碎了，面露难色。你这猫也挺野的呀。是。各位巅峰财团的成员，接下来是大家的时间，20秒钟倒计时，可以开始投票了。哇，我都想投了，给我一个吧。我也给我投票机，我也想投了。
Melo 的舞台也是一个非常走心、非常好的舞台。我没有投给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场的观感就是早安还是会略胜一筹。他太多这种风格了，所以我感觉这一轮他没有太用心的准备。虽然我觉得他这首歌的词非常的好，但是对于比赛来说是有一点情绪有一点太稳定了，然后中间我一度就是有一点没有听下去的那种感觉。我把票投给了早安，因为刚开始我拿到歌词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首像他之前风格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一种小的甜歌，但是后续他表演的这种风格呈现的是一种非常有张力的舞台。So crazy， 太疯狂太颠了！他的这个舞台表现张力是让我叹为观止的。他有一句歌词，可是这个冬天也不爱我了。这句歌词出现的时候，后面有下雪的场景，让我就身临其境。不管是音色，还是他的舞台台风，还是他演绎，表现的都很完美，无懈可击。我觉得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投票结束。他在说他在写一只黑猫，他前面听着我感觉他在写一只黑豹，他像是个豹子一样的过来把我撕裂了，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特别吓人，吓哭了。哥你觉得呢？灭了我跟你说哈。早安，今天这个歌的表现力、舞台设计，加上他的表演，加上整个氛围，我把票投给你 ，CDC 有点假了，知道吗？真的。我发了，我这个投的是早安。接下来我们看看书上好友的分享啊，一个个聊啊。这一个舞台让我是完全是大跌眼镜，完全没有想到。就一个是 Melo 先跟我们聊关于以前的动物园的事情，我以为是那种野性的、奔放的，但是它变得反而是很inside的。然后刚刚我们聊猫咪，根本就没有料到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从张力上的话，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早安的作品。Melo 的东西，我觉得在短时间以内去吸收到你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它有一定的门槛。所以作为两个之间，我把票投给了早安。干的。我不在乎。我已经唱了我想唱的歌了，我也不会在乎任何人的评价。谢谢老师。帅哦，帅 ，OK， 也够。那我就不评价了呗，因为啊不是，你可以评价，只是我不在乎。啊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你很早以前的歌了，然后这个我觉得 rapper 在很早以前可能都写过这样一首激励自己的歌，然后肯定都梦想过有一天站在一个大舞台，然后把曾经写的那首激励自己的歌唱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rapper 都梦想过的事情，然后做到了，我觉得自己就很满足了。但确实，如果从竞技的角度来讲，这首歌可能放到现在和安子哥的这个舞台张力来比的话，就比较吃亏了。然后早安的这首歌，确实早安一直以来这个舞台张力都非常强，然后没有想到这首又这么 rage。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歌的这个表达方式和小黑这只猫的故事的关系是什么？稍微有点疑惑。刚开始你会看到一只对你的同类，包括对身边向你围过来的人都会有攻击性的这么一只猫，但是我在歌词里有写了，是因为它被人类骗了，然后被人类虐待了，人类拍摄了它的虐猫的过程，然后它 jump out the window， 它逃走了以后，它来到了街上。它本身不是一只野猫，所以它对野生的东西它只有攻击性，只有敌对。但是当他遇到一个人的时候，遇到一个对的人，或者那个人其实我最后是留的是开放性结局。当他 jump out the window 之后，他留了2个，他会说今天是 rage day 啊 ceremony day， 就是今天是我向人类复仇的日子。但也可能当他跳出那个窗户以后，他后面遇到的都是假的了。所以那个雪天，冬天太冷了，会不会有一个人出现去抱他一下，去摸他的头，像他最开始相信人类那样？你只是看舞台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我写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或者是他死在那儿了。对，其实他讲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幻觉。这首歌的舞对，因为他说那是太阳。对，其实就是这个角度已经要走的之前的幻想。如果说是真的被救了，那个人就是太阳；如果是他死了，那就是那个死前的那个感觉。对。很多年前我也养了一只猫，也叫小黑。然后呢，它非常的调皮。然后在大概1岁的时候，我有一次给它洗澡，然后它非常的不配合，我很生气，可能就对它有点凶。然后后来它就应激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得了猫传腹。然后养过猫都知道，猫传腹基本上是绝症嘛。然后后来我就看着它一天一天在家，然后就死掉了。然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对它那天没有耐心，导致它应激得的猫传腹？但我永远也不知道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遗憾。然后我听到你这首歌的时候，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待人或者事的时候，只要多一点耐心，可能能少一些遗憾吧。是的，谢谢你能有这些感受，谢谢莫老师。谢谢 Mercy。那遗憾其实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呢，就到了2位来公布票数的时间了。一边是野狗帮的孤犬，一边是流浪的小野猫，请看大屏幕。说紧张也不紧张了，这会儿。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吧，我做音乐是为了去表达更完整的自己，去给更多不认识我的人。我觉得自己会赢，因为我尽力了。来，让我们恭喜早安102票直接晋级。太狂了，太野了哥，太帅了。野狗帮输给野猫帮了，我们没有办法陪他一起赢，但是我们可以陪他一起挨揍。这才是野狗帮。如果再给你一次准备的机会，你会准备一个 for 现场的歌，还是依然是这首歌？依然是这首歌。就是我做音乐，其实不是为了参加比赛的。我的人生也不是比赛。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比比赛的意义更高。我失去过亲人，我失去过朋友，我失去过地位，我失去过很多东西。我觉得人生中很多东西比比赛更加重要。还是得活得开心一点，做你想做的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在比赛上面我去准备一首for现场的歌，但我自己并不开心的话，我可能会去反省一下，我是不是走远了，我是不是没坚持住自己的音乐理念了。但是对于我就是内心这么强大的一个 rapper 来说，我从来不会改变我自己。我更开心的是我把这个故事演好了。如果我要对一个第一次看我舞台的人，第一次认识我的人去做一个这样的舞台，我觉得是需要理由的。这个故事和这个音乐风格是配套的。我们继续今天的比赛，我们接着抽签，肯定是佳木。拥有选择权的是佳木。耶，沾我光了吧？请做出你的选择。三哥吧，三哥了吧，来吧。哇！我从来没有来过巅峰对决，我连新说唱都没来过，但是大家都不愿意选我，不知道为啥。你厉害，你太强喽！哎。我觉得三哥也是很强的老前辈，老前辈又开始甩刀子了，轻轻的划。啊，前辈，然后也很喜欢他的音乐，我感觉我们也算是最后留下来的2个人，就是没人选我们俩，感觉也合理，也很 respect 三哥，所以遵从命运的齿轮吧，啊，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一直在等别人 call 我。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 call 我才对，结果也没有人 call我，我觉得就是怕我呗，可能就是觉得我不太好打赢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顾忌吧。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三哥很强，那我就靠他。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真的不想跟这2个人比，都没点啊。就是我上一轮干嘞，干嘞。就有一点是上一轮我是输给他和宇哥的，所以如果还有一次机会让我尝试一下，这也是命运给我安排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总共参加的 rapper 有30个，你是黑 song 最多的一个，我是最少的一个，所以我这次也是抱着一个学徒的心，我也想全神贯注的看一下这种音乐的演唱方式也好，反正能学到一点东西，对我自己有好处。对，但是今天这个舞台不是黑 song 的点，是打人的点。OK， 打我。OK， 来吧。请2位即刻出发，前往舞台。呜呼！加油！走了，哥。加油！Let's go！ 我不想看他们打，一边是我的好哥哥，发掘我的人，帮助我的 A 队，另一个是我现在一起做音乐并肩作战我的好邻居，我的好兄弟强子，就是他们俩谁输我都不想看到。来，朋友们看一下，接下来要登台的2位是谁？请看大屏幕。来吧，2位老师上台。让我们欢迎佳木，欢迎 A3。2位这样，你们直接放狠话让我感受一下。我俩吗？我俩没啥狠话放，其实。干嘞！我对三哥没有什么狠话放，反正我是对那些把我留在最后不敢选我的人有些狠话放。对，就是你 Melo， 就是你。佳木每次都是非常想要装凶的那个，我摘点软刀子。我是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啊，但是我没有想到过这种 call 环节会留到最后才被选上。然后是我call，然后我call了个最强的，无意冒犯后room后面的艾斯哥和辉子哥。我觉得三哥是最强的，所以我选了三哥。咱俩上一通佳木放狠话吗？大家好，我叫 A3，A 就是 Alpha，A3 就是 One，Two。Let's what's up, baby。佳木是这次30位说唱歌手里面热单最多的一个。我刚问他有没有50个，他说没有50个，我说25个有，他那有了，我太厉害了。因为我一个都没有，所以学徒的心跟佳木 ，yes sir。来吧，那先把舞台交给佳木。有请本轮对决的双方上台。我希望所有人跟我一起欢乐的玩起来，哪怕有1%的可能性，也得生生的给他凿出个100%的可能。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佳木，好吗？这一次我将全力以赴。我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歌。准备好了吗？武西，最后一首歌，醒醒吧！翻就翻最陡峭的山，不是今天我不看情面，哪怕就1%，这点在我这儿就算赢面。爱着你就会有人不停释怀，尽管全身满是伤，而水土而会停止。他们是新疆最可爱的名片。最终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我觉得我不会被淘汰，我对自己作品很有信心。谢谢你，兄弟。哇，世纪之握，世纪拥抱。萌姐一来，小白走了。呀！他其实是
挺想留下来的。你和小白真的是现实版的，有的爱相恨，有的恨相爱。我没有想过攥手上的东西抢着不放这种。如果他坐上名人堂，该说，他真能给。欢迎来到我要上巅峰。边角料不重要，有喜欢我的人才最重要。不唱旧歌是对大家的尊重。我来这个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我是谁。你的声量只是。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日12点共同参与赛后欢乐饭局。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12点一起见证新力量强势来袭。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感受说唱舞台魅力。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观后感活动，分享你的节目感悟。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启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投稿说唱巅峰对决2026，二创视频赢现金奖励，韵脚碰撞，态度拉满。发弹幕见证巅峰时刻，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上前程无忧51兆找好工作，祝你职场 C 位出道。上虎扑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为你喜欢的舞台评分。